少女的心事是什么？明明日记被同一个人填满，却无论如何都不敢写下那几个字。是他？哥哥？还是笨蛋？或是老男人？起100个代号，就好像如果写下了那个名字，心里的话就会被他听到一样。是酸甜的亏心事，是初见时那拍多出来的心跳，是他好看的眉眼，是他轻笑着喊的那一声小孩，是被发现时羞恼的无措，是不被发现时空落落的委屈。心事不知不觉已经扎根蔓延，掩饰不住，仿佛破土而出。直到慢慢的他注意到这份心意，轻轻触碰，抖落了一地星光。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呢，那个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人会贴在你的耳边轻轻说，你是我此生唯一所愿。烈日炎炎，蝉鸣声响破天际。旭日中学2楼的某间教室，陈明旭站在讲台上，拿着把教用3角尺讲课，上衣被汗水打湿了大半，空气热的像是要冒出泡，天花板上的风扇运作着，发出很大的声响，在这高温下吹出来的风似乎都是滚烫的。底下的学生也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他不免有些暴躁。陈明旭的眉头皱得更深，嘴里继续念叨着角1等于角2，角3等于108度。见题目都快读完了，他还没有要抬起头的征兆，陈明旭忍了半天的怒火瞬间上了头，重重的把3角尺拍在桌上，塑料尺和木桌撞击，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声音吓得全班同时瑟缩了下，接踵而来的一声怒吼更是让气氛变得僵硬。桑稚！被点到名的桑稚抬起头看了陈明旭2秒，而后把手中的笔放下，自觉站了起来。陈明旭按捺着脾气道，我刚刚说什么了？桑稚看了眼黑板上的图，神情平静，角4等于72度。既然答出来了，知道答案就能不听讲了吗？别以为你每次都能侥幸考满分。桑稚无语说着，每次都考满分，应该不是侥幸吧？老师！老师愤怒大力拍一下桌子，还顶嘴，你这么厉害，要不你上来教？桑稚思索了几秒，可我来教了，还要老师做什么呀？场面安静3秒，全班哄堂大笑。陈明旭火冒三丈，最终还是被他气得直咆哮，明天把你家长叫过来。放学铃响，桑稚走在回家路上，桑稚好友殷真如说着，桑稚，你又惹陈秃头啊？你妈这个月都被叫来2次了，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又惹到他了，有事没事就喜欢请家长。殷真如瞪大眼，不愧是你，学习成绩100分，但其他事情完全不及格。桑稚，你去不去书店？桑稚瞥他，去干嘛？殷真如解释，傅正初约你呀。桑稚再次拒绝不去，有那个闲工夫，不如想想怎么应付陈秃头。为什么啊？殷真如轻轻撞了下他的肩膀，暧昧道，傅正初还挺帅的呀。哪里帅了？你去医院看看眼睛吧。桑稚一边传着讯息问着哥哥，你好久没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回家？你明天能回来一趟吗？我好想你哦。殷真如说着，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觉得他帅，很多人都觉得啊，你真不去啊？桑稚心不在焉地说，我今天没心情，不去。殷真如啊，因为叫家长的事情吗？所以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这次改成叫你爸来？桑稚摇头，2个我都不叫。转头看着殷真如，这个时候亲哥终于有点作用了。很快桑岩的消息回复了过来，桑稚激动地打开手机，看着殷真如一脸懵。此时桑稚心情瞬间跌落谷底。桑岩回复，你在我就不回。桑稚彻底死了心，磨蹭地往家里的方向走。早知道平时就少喝个做对了。偷偷摸摸地打开门缝，恰在此时传来母亲黎萍的声音，芷芷回来了。芷芷是桑稚的小名，桑稚心里嘀咕着好烦，这次不能再让爸妈去学校，该怎么办呢？黎萍再度喊他，芷芷，帮妈妈个忙，帮妈妈把这盘水果拿你哥房间去。桑稚一下子恢复了精神，音调都提高了几分，哥哥回来了。桑稚快速接过水果，转圈愉快地飞奔前往桑岩的房间。黎萍的手一空，看着桑稚今天格外热情的背影，纳闷道，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想到不用被父母训斥，桑稚情不自禁地弯起唇，用力推开桑岩房间的门。房间宽敞明亮，大片的阳光洒进来，清瘦的男人窝在沙发，低眼看手机，他背对着光，模样隐晦暗沉，单手搭在沙发侧，修长的手指夹着根烟，还燃着猩红的光，体型和桑岩有点相似，却出乎意料的陌生。桑稚的脚步停住，犹疑地眨了眨眼，口中的哥哥2个字还没喊出来。男人抬起了头，他也在这一刻看清了他的模样，莫名屏住了呼吸。男人的神情寡淡，五官轮廓利落分明，脸上带着不达眼底的笑意，看起来温和却难以靠近，微微上挑的桃花眼，浅棕色的瞳仁，眉眼连起，带着点勾人的意味，跟他哥哥那双深黑色的眼睛完全不同。本以为会见到他哥哥，可却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哥哥还不见踪影。一时间桑稚的脑子短路，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场面仿佛定格住，2人都停在原地，没有多余的动作。过多久，男人重新垂下眼，慢条斯理地把烟摁灭，神情懒散，他似乎并没有说话的欲望，沉默着起身开窗通风。看着他的举动，桑稚不知所措地喊哥哥。听到这称呼，男人动作一顿，挑了挑眉，他盯着桑稚，直勾勾的桃花眼带着温柔的色泽，还多了几分玩味。而后他弯起唇角，拖腔带调的应了声这个回应像是一道雷劈到了桑稚的头上，那些不明朗的事情在这一瞬被他脑补的想法描绘出一道道清晰的痕迹。几个月没见的哥哥，在见到的时候就变成眼前的这个样子，他完全不敢相信，仿佛石化了，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个字，你。停顿几秒，桑稚艰难地咽着口水，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完，你整容了吗？